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疑问？为什么牙齿矫正完，牙医跟你说要终身佩戴维持器，而当你慢慢忘了要戴维持器，为什么牙齿就开始歪了，牙缝又跑出来了？根据牙齿矫正的研究，如果没有持续佩戴维持器，大约有70%的患者会在10年内出现不同程度的牙齿跑位，甚至会需要2次矫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牙齿矫正的成果这么难以维持？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为什么牙齿在矫正之后会跑掉，以及你要如何避免2次矫正。矫正复发就是指牙齿矫正完后，牙齿不再乖乖地待在原来的位置，而是慢慢移动，甚至回到治疗前的错位状态。牙齿会再乱掉，大概会有4种状况：一、下门牙拥挤，原本整齐的下排门牙，几年后又开始挤在一起；二、牙缝再现，你刚矫正完的时候觉得很漂亮，牙缝都关闭了，但过了没多久又跑出缝隙。第三，咬合改变，本来能紧密咬合的牙齿，后来咬合跑掉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咬在一起了。第四，脸型变化，部分患者的下巴或微笑曲线开始出现变化，让整体的脸型不再和谐。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解释这几种状况的原理，以及你要怎么样避免它。先顺带一提，很多人会有一种迷思，觉得小朋友的骨头还在发育，所以牙齿比较容易跑掉，而成年人的骨头早就定型了，牙齿一旦排整齐，不就像房子盖好一样坚固了吗？错了，临床上成人的矫正复发风险反而比小朋友还要高，而且歪回去的程度有的时候会让你猝不及防。牙齿矫正复发的原因依据程度从轻微到严重，有以下3个常见的状况。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牙周韧带的纤维有记忆效应。这个原因通常只会造成牙齿轻微的转动或发生微小的位移。你的牙齿并不是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骨头上，牙齿跟骨头间有一层充满了弹性的组织，它们叫做牙周韧带。你可以把这些韧带纤维想象成是《格列佛游记》里面绑住巨人千丝万缕的小绳子。当你已经长大成人，这些绳子存在你嘴巴里20-30年了，它们早就习惯了原本的位置。做牙齿矫正其实是把牙齿拉到一个新的位置。牙齿矫正过程中，这些绳子会被拉扯，牙齿周围的齿槽骨会开始变化，但这些牙周纤维很想要回到原本的舒适区，这就是纤维的记忆效应。所以当你一拆掉牙套，这些牙周纤维就会开始回弹，像橡皮筋一样的慢慢的把牙齿往回拉。这也是为什么成年人的牙齿特别容易有想要跑回去的现象，还有为什么你会需要戴维持器很久的原因之一。要解决纤维记忆效应，对于某些旋转角度特别大，一有机会就想要歪回去的牙齿，你可以考虑牙周纤维切除术。这听起来好像很痛，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微创的小手术。医师会用雷射把那些一直想要把牙齿拉回原位的纤维给切断，从物理上解除威胁。有研究发现，做完牙周纤维切除术的牙齿，1年后平均只回去1度，而且超过1半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复发。第二种情况跟你的吞咽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你周围有没有人，或是你自己，牙齿矫正完没多久，前面的牙齿缝隙又慢慢打开，甚至变成了开咬。很多时候，问题不只是在牙齿矫正，而是舌头。舌头造成的矫正跑位原因主要有2个：你的吞咽模式以及舌头位置，也就是你的呼吸舌位。如果一个人平常休息状态时，舌头的位置太低，这称为低呼吸舌位。低舌位是口呼吸的人会有的舌头位置，也是常见造成牙齿矫正后跑位的主要原因。口呼吸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我们先说一下吞咽，这个会造成牙齿跑位却很少人了解的状况，叫做婴儿式吞咽。baby 刚出生的时候没有牙齿，只能吸吮妈妈的乳房，因此婴儿的吞咽模式和你能够有牙齿咀嚼吃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婴儿式吞咽又称为 tongue thrust， 也就是你在吞口水的时候，舌头会往前推牙齿，像蛇一样。如果你超过3-4岁，吞咽的模式仍然停留在 baby 的模式，你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牙齿乱与乳炎发育问题。长大后也容易有各种肩颈酸痛或是颞颌关节问题。如果你对吞咽的主题有兴趣，你可以看这一支影片。
话说回来，你一天要吞口水700到1000次，等于是你的舌头推了牙齿这么多次。那就算是牙齿矫正完排整齐了，前面的牙齿还是会被你的舌头慢慢推开。有的时候，牙齿矫正医生在你的矫正过程中会发现这个问题，但通常是你的牙齿矫正做了3、5年都一直做不完的时候。这个时候，牙齿矫正医生会祭出传说中的终极刑具舌栅栏来教训不乖的舌头。舌栅栏的原理其实相当简单粗暴，医生觉得你的舌头是一只调皮的柯基，一直把牙齿推歪，所以要把不乖的狗狗给关起来。但是如果柯基的基本设定本来就是婴儿式吞咽，它也只会在有人拿着刑具在旁伺候的时候稍微收敛一下，等刑具拆了，柯基又会回到原本开心奔跑的状态，继续把牙齿给推歪。我们开头提到，牙齿矫正完的复发几率高达70%，这和你的舌头以及等一下要提到的呼吸问题密切相关。最后一个很常见却很少人注意到的原因就是口呼吸。许多人以为睡觉打呼或是习惯用嘴巴呼吸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人一天呼吸大约2万次，这个轻微却持续的力量就跟牙齿矫正一样，会不断的透过口腔肌肉的作用造成牙齿矫正般的移动效应，只是这个效应通常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每天早上起床下巴都很酸，或是枕边人说你磨牙磨得很夸张，又或者是你有打呼的问题，请一定要把这些当作头等的大事。解决呼吸的问题不仅是为了牙齿不跑位，更是为了保命跟保住颜值。你可以做一个呼吸道电脑断层评估，或者是睡眠检查，就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眠呼吸方面的问题。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天哪，原来有这么多看不见的问题在威胁牙齿矫正的成果，那我怎么知道自己的牙齿有没有在偷偷位移呢？有2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做自我检测。首先，照一下镜子，看你的下排门牙，因为下排门牙的牙根最细，它又是处在低舌位的正前方，这是最容易跑掉的位置。如果你发现下门牙看起来有一点前后交错，有点乱，那这很有可能就是牙齿矫正复发的迹象。第二，如果你有一阵子没有戴维持器，某天戴上去的时候发现变得超紧，甚至要硬压才能戴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维持器戴不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牙齿已经跑位了，这时候赶快回诊找医生微调，通常还有救，千万别放任不管。最有效避免2次矫正的方法就是保持鼻呼吸跟良好的舌位。正常情况下，你用鼻子呼吸时，舌头应该要贴在上颚，舌头就像一个天然的维持器一样，稳稳地撑住你的上下排牙齿，能够保持漂亮的牙弓形状不变形。但当你口呼吸的时候，舌头会处于低舌位，以便打开口腔呼吸。这个时候，牙弓失去了舌头的支撑力，两侧脸颊的肌肉就会往内挤缩，你的上排牙齿就会慢慢被挤得越来越窄，甚至形成 V 字形。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夜间会打呼或有口呼吸，常年下来，你的舌头位置就会非常的不理想，你就只能长期依赖牙医给你的维持器去固位牙齿。而且你会发现，只要不戴维持器，牙齿就会快速的移动。很多人听到维持器要戴一辈子，心里都会有一把火，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心里想着怎么我拆了牙套，好像还被判了无期徒刑要继续戴。这是一个常见的迷思，除非你很确定你的牙齿位置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不会移动，不然矫正结束就不会是终点，维持器是你起码的保险。换个角度想，你花了钱去健身房练了2-3年，难道之后就不用继续运动，腹肌就会乖乖的留在那里吗？当然不可能。要怎么样确定自己的牙齿矫正成果能不能维持呢？除了维持器，及早发现你有舌头或呼吸的代偿，才是真正确保牙齿矫正投资不会打水漂的正确方式。如果你有朋友刚做完矫正，赶快把这支影片传给那个每次吃饭都把维持器包在卫生纸里丢掉的朋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